如果今天告诉你，今年2025年有5间资产将会暴跌，贬值的非常厉害，你会怎么想呢？大部分人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去看一下到底是些什么资产，然后再去看一下自己手上有没有。如果没有呢，那就觉得跟自己无关了。甚至有的人呢，是从来不买任何资产的，那就完全跟他们无关了，对吧？我笑了，就是你思考一下嘛。对于富人来说呢，我们看到一个资产将会暴涨，这有意义一点呢，还是看见它将会暴跌有意义一点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资产只有在暴涨的时候才能赚钱啊？难道在暴跌的时候就不能赚钱吗？假设你明知道以前要用100万美元才能在台湾买到的房子，在今年2025年的时候呢，只需要50万美元就能买得到了。就是你明知道2025年呢，台币一定会疯狂的贬值，而美元呢一定会疯狂升值的时候，那么难道你就只能站在那里呼吸着空气，然后什么都做不了吗？你是不是可以先把你的房子卖了？比如说你卖了3000多万台币，然后你把这3000多万的台币换成100万美金，那么等到台币贬值了一半，你手上的这100万美金呢，就可以换回来6000多万台币了。这里面你是不是就等同于赚了3000多万台币呢？而这时候你当初卖的这套房子呢，它就算不下跌，就算依然还是卖3000多万台币，但是你现在却拥有了6000多万台币了，所以你是不是等同于多赚了一套房子啊？也就是说，假设当我们明知道台币要暴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这台币换成美元放在手上，然后等到台币贬值了，变得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再把手上这些升值的美元换回来这贬值的台币呢？你可能会觉得啊，这很扯啊，不可能发生的。但我告诉你，无数的日本人呢，在2011年的时候移民到美国了，结果他们住了几年，觉得这美国不适合自己，他们今天2025年的时候想要搬回去日本，这时候他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价无缘无故的就至少翻了1倍，因为你移民了，你当初把这日元的资产都换成美元的了，而现在美元对这日元还就真的涨了1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是资产的价格涨了还是跌了，都是可以赚钱的。而你又会发现啊，巴菲特人生里面赚最多钱的时候，就是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香港的房价暴跌，无数香港人财富蒸发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资产的价格要涨呢，就好像爬山一样，是有阻力的。你爬山爬上去可能要3个小时，对吧？但是你下山可能就只需要你1个小时，甚至如果说你从山上跳下来，可能就几分钟。所以当初川普用了3年的时间，美股才涨到了 49%， 但是20年疫情呢，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美股就熔断跌了 49% 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美股熔断的这1个月去做空，你1个月就可以赚走了3年的钱。而且你想一下，100万美金的房子，就算你明知道它要涨到200万了，但这是不是也跟很多人无关啊？因为很多人都买不起嘛。但是100万美金的房子，你明知道它要跌到50万了，当你可以买得起的时候，买房是不是从此就跟你扯上关系了？所以当你脑袋里面的思维，当你眼睛看到的视野，在这部影片一瞬间被改变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2025年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只会是好消息。这不是因为我们盲目的乐观，而是因为当坏消息出现，资产价格暴跌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人生赚钱最快、机会最多的时候。记着，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以来呢都是这样的，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很无奈，你都必须要去接受。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只有说是当这个将领，还是当这个尸骨。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希望拥有这个思维和视野，如果你不想要沦为2025年的尸骨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局来跨越阶层成为将领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呢，我后续会给你更多有用的资讯。那么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呢，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打开第3只眼，这样呢才能拥有视角去看到今年会发生什么事。而方法呢很简单，就是你必须要跟上我的思维，用心眼去追踪钱从哪里来，然后将会到哪里去。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先弄清楚整盘大局的游戏规则，你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什么是货币呢？很多人就会说啊，货币不就是钱吗？其实钱呢只是币，并不是货币。货币呢是一个动词，你给我货，我给你币，然后呢你拿着这个币去买我的货，也就是等同于交易。而交易呢就需要货和币，所以如果说你只给我钱，但是你的这个钱呢买不到什么，那么我拿着也没有用啊，就等同于津巴布韦的这个钱，你拿了几百亿的津巴布韦，你都买不了一个面包的。然后呢，当初不就是有一个人拿着1万个比特币去买了个披萨吃吗？就是因为当时的比特币就只是一个币，而不是货币。这币呢换不了什么货，也就是说币之所以可以升华成为货币呢，就是因为拿着币的时候呢，可以换到我想要的货，而这个货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那么这个币呢就会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比如说美元了，就是你会发现美国只需要打开印钞机就可以印无数的美元，然后在全世界疯狂的购物。就是你中国生产不是很便宜吗？那么我拿着美元就可以把你的中国货买走了。而整个过程呢，中国是付出了劳动力，而美国呢就只是付出了印钞机。那为什么中国还愿意赚美元啊？就是因为美元可以换到中国想要的货，而且这个货不但中国想要，全世界都想要。最重要的是，这是美国凭空制造出来的，这货呢就叫做美国国债。为什么呢？因为美债就等同于把美元借给美国，让美国拿着你的美元去赚钱，然后把赚到的钱分一部分给你嘛，也就是你投资了美国，让美国这个全世界最赚钱的国家替你去赚钱。那么这就很公平了，你把货卖给美国，拿到美元，然后你又可以用美元去投资美国，也因为这样，全世界都把货卖给美国，全世界都拿着美元，然后全世界呢就可以用美元来互相做生意。那么拿着美元能换到的这个货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你拿着美元就可以买到非洲的钻石啊，买到日本的家电，甚至电影里面都是拿着一箱箱美元去买毒品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断的印美元，但是美元并没有大幅度贬值的原因，就是因为拿着美元可以换到的货越来越多。所以很简单，如果要让一个货币贬值不值钱，只有2个方法。第一呢，就是这个币太多了；第二呢，就是这币能够换到的货越来越少了，甚至大家连这个货都不想要了。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100块的美债呢，现在你在二手市场就只需要90多块就能买得到了，而且还会给你5%的利息。什么意思呢？就等同于以前你借100块给我美国，我只给你2%的利息，因为如果你不借，全世界都抢着来借嘛。而现在呢，你借100块给我，我直接呢会给你5%的利息，而且你不用借100块，借给我93块就可以了。我按照100块给你付5%的利息，这代表什么呢？各位，2025年第一个会贬值的资产呢，就是美国国债。我去年讲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信的，因为当时美联储要降息嘛，就是当时美债的利息是5%，然后很多人就觉得降息了，利息呢就会从5%降到2%，所以大家呢都抢着去买这个美债，锁定它现在5%的利息。因为降息了之后呢，这5%就没有了，所以美债价格呢当时就涨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美联储后面是真的降息没错，但美债利息呢并没有降就是你今天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利息是降了，但是你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呢，这利息是没有跟着降的。为什么呢？其他的影片也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因为美债卖不出去嘛。你会发现借钱给美国最多的国家，无论是在日本、中国还是英国，都在减持美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不要货了，宁愿就拿着币。而这是这些国家的国策国策不会随便来定的吧？所以当没有人借钱给你美国的时候，你美国是不是就要拿高一点的利息，然后便宜一点的价格去吸引人借钱给你呢？那么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国家都开始了集体的去减持美债，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买你的美债是投资你美国，但是你美国呢却把我投资给你的钱都瓜分给资本家了，然后还不起债就借新债还旧债，甚至印钱来还。这些呢之前的影片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答案。那么你可以去想一下嘛，美债价格会跌，但是美债的利息会涨，
那么很多高息资产的价格呢，是不是也会跟着跌呢？你想一下，如果我去买美债，我3个月没有任何风险的，我就能够拿到 5% 的利息，而且我93块就能买到100块的美债，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买那些只有 3%、4% 的收息资产呢？所以一些靠派发利息来吸引人买的资产，价格呢就可能会下跌了。比如说100块的股票给你派发3块的利息，所以利率呢是 3% 嘛，但是现在美债有 5% 的利息啊，你这个股票要跟美债一样有吸引力的话，你是不是最起码也要给到我 5% 的利息啊？所以你的股票呢就要从100块砍到60块，然后你派发3块的利息，你的利率呢才能够达到 5% 嘛。也就是说，一些收取利息的资产价格呢就会下跌，因为只有价格下跌，利率呢才会提升的，这样呢才能吸引到大家去买你的资产，而不是美债。所以2025年呢，第二个会贬值的资产呢，就是一些派发利息的资产。比如说很多人买股票就是为了长期收取利息的被动收入嘛，那么今年这些股票的价格可能就会进一步的下跌，而利率呢就会提升，而美国的商业地产呢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之前讲过，疫情呢大家都在家工作嘛，加上很多人已经转变了消费的习惯，都在去网购了，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店铺现在都很难租出去了，所以美国的商业地产无论是价格还是租金都跌了很多。这个可能就是下一次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因为无数能买商业地产的都不是一笔小钱啊，所以很多的房东都是跟银行借钱的，而现在没有人租他的店，也卖不出去，所以美国很多的商业地产房东呢就赖账不还钱了，那么这些商业地产就会瞬间的转移到银行的手上，同时银行持有最多的资产呢就是美债，那么这两大资产都跌的时候，银行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也卖掉手上的美国银行的股票了。但我真的想要说的重点是，你知道现在钱都去了什么地方了吗？注意细节啊，以前我用美元买走你的中国产品，然后你中国用美元买走了我的美债，所以钱最后是不是就会回到美国政府的手上？但是现在呢，美债卖不出去了，那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有币但没有货，也就是刚才说的1万块比特币才能买到一个披萨的问题，就是我拿着你的美元没有用啊。所以美国是不是必须要找到一个货来承接你的币，让你可以把这个美元花出去啊？所以你会发现，美国对外公布的就业数据呢，就不断的大幅度修改，让你觉得当全世界经济都很差的时候呢，只有美国非常的好，因为它要推销给你的货呢，就是美股。告诉你，你担心美债还不上吗？没关系啦，你还可以买美股嘛，因为美国的经济很好，所以美股呢就会涨。所以问题就来了，钱去哪里呢？以前卖给你的这个货呢是美债，钱最后就会流到美国政府手上，而现在卖给你的货是美股，钱呢最后是不是就会流到资本家的手上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巴菲特、扎克伯格、比尔盖茨之类的都在卖股票。很多人说啊，巴菲特现在持有了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但几乎没有人会去想，为什么他可以持有这么多的现金啊？就是因为钱都跑进去他的口袋了呀，不然历史最多的现金怎么来啊？所以股市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大多数人的钱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上。资本市场它要做的就是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去年年头的时候选中 Nvidia、比特币、黄金，年底的时候可以选中 Tesla， 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了它很多的财报、基本面，甚至没有考察过这些公司，而是因为我们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造出来的趋势去买进那些大概率会上涨的股票就可以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做高赔率的交易，而这一切是可以形成肌肉记忆的，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见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走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呢，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做投资，能听懂吗？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你必须要在我们这个月准备要下架之前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了。
而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报名费呢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错过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学到这套心法和招式了。而美国政府呢，他们现在每年的赤字2万亿，就是说他花出去的钱比他赚到的钱多出来2万亿美金，也就是说钱都在资本家的手上，而政府呢却不够钱去花。那么你川普上台没钱花，什么都做不了了，那怎么办？难道是用他自己的钱去救国吗？所以只有3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增加收入，这等一下说，但这也增加不了太多啊。而第二呢，就是把这美股推倒，让钱重新流进去这个美债，因为现在是大家都去买美股，不去买美债嘛。那这个货变了，但问题是，就算大家不去买美股，难道就会买美债吗？所以就只剩下第3个，也就是最直接，每一次都只能用的这个方法，就是自己印钱，然后把这个钱借给自己去花，也就是扩表，然后美元，也就是这个币就会贬值。这将会是今年最高概率会发生的，因为川普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让美元贬值才能够去推动。而他最近也已经说了，他上台之后呢，将会永久的废除美国债务的上限，也就等同于说，以后美国想借多少钱都已经没有上限了。这不就是为了扩表铺垫吗？只要他不够钱花了，就可以左手印钱，然后右手借给自己去花了。那么钱就会变得多，然后钱就会变得不值钱。所以2025年会贬值的第3个资产呢，就是美元。各位，川普要做的事是什么？加关税。加关税就等同于今天你中国要卖100块的东西给我，你就可能要付20块给我作为关税。那么中国卖的东西是不是就会涨价？这样才能弥补这20块的关税吗？所以大部分人买到的进口的东西呢就会变贵，而美国大部分的东西呢却都是进口的，所以美国的物价就会上涨。那么物价上涨表面上看似很公平的，因为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买东西呢都是变贵了，但真的是这样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吃饭最多也就吃一顿牛排嘛，但这顿牛排贵了$20，而你一天的薪水呢可能也就$100，这是不是就占了你20%的薪水？那么有钱人也是最多只是一顿牛排，但是人家一天的薪水是$100万。那么请问这一顿牛排贵了$20，对有钱人有影响吗？所以对普通人来说，2025年的购买力，也就是你能买到的东西呢就会变少，但是对于有钱人来说不怎么影响了。但是过分的这个通胀呢也不行了。所以你觉得2025年俄乌战争会怎么样？战争打的是什么？烧钱啊！俄罗斯的钱是怎么来的？卖石油嘛。那么如果石油的价格下跌，是不是就等同于断了俄罗斯的财路？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卖石油的那些国家都说要延长减产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石油的供应呢不会减少。而川普一上台呢，就说他要大力的去开采美国的页岩油，这代表什么呢？各位，石油的价格下跌，对进口也就是买石油的国家来说，是不是变便宜了？成本是不是就下降了？那么你就会发现，虽然美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4大的石油出口国，每天卖300多万桶这个石油，但是同时你也会发现，美国依然还是全世界第2大的石油进口国，每天买接近800万桶石油啊。也就是说，美国的石油呢是买多于卖很多的，所以油价下跌了，便宜了，对于美国来说，反而成本呢却是下降的，这样呢就可以减少一些通胀的压力。同时断了这俄罗斯的财路，也可以让停战拥有更多的筹码。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电车了，连着保时捷、法拉利这些传统的跑车都要去做这个电车。那么当大家都不去加油的时候，油价是不是就会贬值呢？所以最后一样会贬值的资产其实就是车子。对了，车子本来一落地就贬值，但2025年之后呢会贬值的更厉害，尤其是$10万以内的车子。现在电车最多的就是中国嘛，这些电车公司基本上每卖一辆都是亏一辆的，就是这些电车公司啊，都是希望用贱卖来抢占这个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逼的特斯拉的新车呢也越卖越便宜了。就是很多人几年前5、6万美金买回来的特斯拉，现在新车呢也才卖这个3、4万美金。那么几年前买特斯拉的人，你现在卖出去二手，是不是卖的要比3、4万便宜呢？
也就是说直接贬值至少一半了，而且这个趋势呢还不会停止。那么油车也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为了省油，都去买这个电车了。以前很保值的车，比如说保时捷，那么现在都要贬值了，因为卖不出去嘛。至于美股呢，我的判断是没有变的，依然是在美国扩表之前会先有一次的大跌，但这个过程呢，就好像20年的时候一样，未必很久，就可能1个月左右，因为很快美联储就会扩表印钱，这些钱就会重新的把股价买上去，所以这段时间美股一直在下跌调整，我们的策略依然还是打游击战，赚到钱就跑，就是好像我们打麻将，我们不做大牌，但透过连续的胡牌积小成大，我们呢也会有很丰厚的利润的。这种打游击战的优势是什么呢？市场上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跑，随时保持最弱的现金，打你一拳呢我就跑，我打到你，你却打不到我，给你玩消耗，同时也不会错过市场最后的涨势。而至于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可以选出来这些比台积电、比 Nvidia 都涨得要快的股票呢？就是很多人买股票呢都是单纯看感觉的，没有标准，没有条件。你这样在股市里面呢几万只股票大海捞针，不仅会浪费你的时间，而且你买到的都是没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潜力的，甚至很容易就出现一买就跌，一买就亏钱了。就算后面涨上去了，但又很快跌回来的。所以选股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有规则、有系统的去选择。详细的，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免费的投资班，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啊！因为之前这免费投资班就出现过爆满，然后没有办法去观看了。好了，今年讲完了2025年会贬值的资产，那么会有什么资产会升值呢？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